这是樱井赛最残忍的147，绝对没有之一。当母球带着残意，犹如导弹一般想要炸开红球堆，但是看到这差强人意的配球效果，塞尔比顿时感觉天降大狱，因为他费尽心机磨来的决胜局，不仅成功让火箭心浮气躁，而且现在还没有彩球可以链接，甚至可以幻想自己夺冠的场景。但是火箭接下来的神级操作，直接将他拉回了冰冷的现实。就是这么刺激，极限角度的黑球挂着带点进攻。看到火箭如此爆炸的进攻力，现场的掌声更是久久不能平息。但是休息区的塞尔比依然淡定从容，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球型就算强如火箭，也不可能一杆制胜。殊不知火箭的目的根本不在于此，而是要用樱井赛唯一的决胜局147，彻底将塞尔比定在历史的背景板上。Played it with pace, knew that he'd always have the red to the middle, and being on this red to the left. 这局面怎么看都不像147球型，不仅有一颗中弹红球，而且还有一颗贴库，甚至连球堆都是松松垮垮，非常不好处理。最恐怖的是，这可是紧张感拉满的半决赛决胜局。老话都说决赛无佳局，就是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导致球员会技术变形。不过这也正是火箭的神奇，只要奖金给到位，对手又是塞尔比，还能顺带破个纪录，那就没有任何不起飞的理由。提前来处理库边的难题，看到火箭如此凶猛坚毅，而比兄也只能强装镇定。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把比赛拖到决胜局，竟然连一次上手的机会，火箭都不舍得给自己。真舒服，贴库的红球依然如此刺痛。现在外围还有3颗可以单向红球，塞尔比究竟能不能再次起身，就看火箭接下来 K 球的效果如何。漂亮，右侧的球堆已经完全盖好，而且左侧底带也可以顺利衔接。这就意味着塞尔比已经被判死刑，但是现在又多了一颗中弹红球。火箭这杆147真的是困难重重，但是他的击球速度居然是不降反升。后知后觉的导播这才睡醒，终于恍然大悟，给出147提示。其实这也不是导播不专业，毕竟开局根本就不像147球型，而且在这之前，决胜局147仅仅出现过一次而已，还是遥远的1997年，由台皇亨德利创造，而那次的背景板正是22岁的小奥沙利文，那也是他第一次被对手打满分杆。正所谓天道有轮回，火箭苦等10年，不仅霸气的自我证明，而且也让赛大师成为新的历史背景板。不过更让人神奇的是，决胜局被打过147的2位，后来都成为常年霸榜世界第一的存在。行云流水的击球，桀骜不驯的性格，与生俱来的气质，再加上无人能敌的天赋，这个斯诺克为他而生的美，也把这项运动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4两拨千斤，轻轻一带，局面已经完全开始。从几分钟前还是无从下手的球星，到现在拿下147只是时间的问题。只有火箭能用充满艺术的围球，将别人眼中的不可能，不断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Sullivan can complete the maximum. He would have 8 in competition. 88. 89. Until this frame, this hadn't been one of O'Sullivan's greatest 96. performances. 97. 打进黑球就能完成破百，掌声准备响起来。This great coin. 105. This man's got the heart for the battle. He's proved it today. 112. 130. 完美的2呼叫魂，母球又是一个手把人。这杆147总耗时7分53秒，是火箭15杆147排名第10。即便已经排在比较靠后，但是平均出杆时间仍然达到了惊人的13秒。这样的数据对于尔比兄来说，也许只能膜拜，而永远无法触碰。125.
129. Finishing the virtuoso is 现场的情绪已经快要暗淡，能够亲眼见证历史，这票价买的真值。这场尘封了17年的记录，至今都还没能再次上台。粉球入袋，黑球依然是细腻的手感。此时的火箭异常认真，反而是赛大师提前起身准备祝贺。你还记得火箭这个诡异的笑容吗？因为一般的乱局他已经完全提不起兴趣。此时不仅11颗红球就有5颗贴库，而且所有彩球还全都不在点位，明明就是一个人见人嫌的变态残局。他的眼睛里却闪烁着无比坚定的青台信仰。好球，这也就只有火箭打中了，因为本来3传球的难度就不小，而且还要发力的低杆来衔接低分值彩球。不过这种程度相比眼前这个乱局，最多也就算是个开胃小菜。眼下4颗红球贴库，而且蓝黑也是彻底的死球，就连唯一的粉球也仅剩这2条通道。但是天才的脑回路我们真的无法理解。接下来就是火箭极致的围球盛宴。上手第一步先来处理粉球的通道问题，这样一来不仅上分够快，而且不用每次都绕台衔接低分彩球。毕竟母球每多绕一次台，不可控的风险就会增加1分。火箭瞄了一眼中间这颗，只要他的想法能顺利变现，那至少中间的球形就能完全解开，而且还为他调整贴库球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先决条件。很可惜，这杆力度不够。现在不仅中间这颗没有掉头，而且还急需一杆准度续命。虽然火箭平常不太爱秀准度，但是拼关键球的能力，全世界也找不到比他还大的心脏。这就是火箭，不管难度再大的球型，只要他出手就特别让人放心。不过接连几杆大范围衔接仍然没有调整舒服，目前最关键的还是中间这颗红球。看一下火箭接下来要怎么破局。You've got a 35 or 40 break out of this, it would seem an awful lot. 至此，粉球的通道已经完全打开，终于可以不用再继续全台叫尾。但是除了4颗贴库难度红球，中间这颗红球的叫尾仍然是本局最关键的一颗。火箭气了个半死，这次的斯登力气又大。虽然现在红球还是能打，但这个角度势必会带开上方这颗。对于一向追求完美的火老师来说，这已经是很严重的失误。Surprised him, I think. 完美的空心入袋，但是上方的这颗红球也不出意外的顺利贴库。不过这也正是围球的魅力所在，只要任何一杆有细小的偏差，那接下来的环节就会无限放大这个失误。除非你有超级强大的纠错能力，不然局面就只会越来越难。26. 27. 这一杆粉球叫的有点直，看火箭绕台走过来比划红球的位置，这是要准备强拼贴库红球。我老师真的太猛了。Yeah, so he has played on that loose red. 这就确实过分了，换上左手来打贴库红球，现在剩下的4个红球一颗比一颗难，而且粉球的角度也不支持 K 球，那就意味着底库的红球仍然有单下的可能。The middle red goes crucially. 真的是艺高人胆大，红球就只有刚刚好的线路。至此底库的难题就算彻底解开，最难的右侧2颗贴库红球，就看火老师最后 K 球的运气如何。So 36 ahead. 48. Red and black. Getting to the magic number of 44 ahead. 49. 好球，黑球的角度还算舒服，低杆一库就能直接 K 球。It's been a remarkably good game.
So tapped. 这运气也是彻底没水了。虽然现在已经刚好完成了超分，但火箭的心里肯定非常不爽，因为没能完成青台的乱局，就算赢下了比赛也是不够完美的。最后无奈的做了一杆斯诺克，大萝卜也是非常痛快的选择认输。其实这样的乱局能一杆制胜已经足够分值，但这就是火箭，他就是单纯的想打好每一局球。这是奥沙利文最惊险的一次逆转，真黑大战上演3库归中，直接一杆封神。这也是当年世锦赛决赛决定冠军走向的一场关键球局。粉球入袋，小特正好完成超分，只要打进这颗红球，火箭肯定不会再次起身。换上右手的准神，居然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红球没打进，这让全场都始料未及的一杆，也直接影响了小特整个第一阶段的发挥。62比25，火箭落后37分，台面最高还有35分。虽然只有一杆斯诺克的差距，但这一局却经历了无数的反转，造就2022年世锦赛最佳逆转局。尝试做斯诺克，这样的话只需要来做一杆，有机会令到特鲁姆普罚分的话啊，这个还是有机会啊赢下这一局。这一杆，粉球应该是没挡住啊。火箭第一杆斯诺克就漏球了，这样的长台对于准神小特来说，简直就是探囊取物。但是重压之下，准神已经连续2次手软，这样的失误对心理上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而且绿球和咖啡球的落点还是做斯诺克的绝佳位置，小特此时内心承受着10000点暴击伤害。这杆是有机会啊，把白球藏到咖啡球的后边，贴得越近，对特鲁姆普来说呢，解球的难度也会越大。太狠了！火箭的斯诺克一出手就是王炸，绿球远离库边，这杆要解球难度很大。果然没有解到，超分优势瞬间化为泡影。最要命的是还送了一个自由球大。就在大家都认为火箭可以一杆拿下比赛的时候，意外先一步拍马赶到。不行，这位置没有进攻机会，对小特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只要能快速调整好心态，这一局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作为唯一一个能和火箭交手战绩平分秋色的球员，面对世锦赛决赛这样的比赛，长局制考验着技术的稳定，冠军荣誉考验着心理的抗压能力。有时候一个瞬间的心理暗示，就足够让一个人万劫不复。好球！火箭这一杆防守，足足让小特长考了将近2分钟。常规来解的话，不论怎么防守，绿球都是失控状态，只要运气差一点，就有可能大漏。神来之笔，母球加右塞一库来解，这也是唯一的安全解法。其实球迷也不是不能接受长考，能打出高质量的球，观众从来不会吝惜他们的掌声。这角度呢薄近，刚好是白球可以回去来做这个咖啡球。很可惜，小特这一杆本意是想用黑球藏住母球，力度其实控制的不错，无奈绿球打得太厚，导致没能成功。但是火箭并不打算一直拉扯下去，贴库的绿球也是趴下就打。绿球还真的翻进了底袋，倒霉的是白球也没能幸免。我们再看一遍，白球摔袋之后，火箭如果完成清台，也就正好延分，而且还要送小特一个手中球。奥沙利文的努力恐怕要付诸东流了。手感彻底冰凉，手摆球而且难度不是很大，这是很典型的自信被打没了。小特面对超分后3次绝杀的机会，全都完美的错过。准神状态不佳的时候，让人有点心疼。而且留机会了，这盘球真给机会啊，小特。力量 3
嗯，哦，接着哦，真的太准了！咖啡球沿着中线入袋，小特也是看入迷了。现在的球形基本没有失误空间，青台的话正好66平。世锦赛决赛的真黑大战真不常见。这盘这小特真是啊，这首先超分之后的那个红球，那之后又是黄球，紧跟着又是绿球，感觉这盘有点儿，这接连出现简单失误。打进黑球啊，平分的一个状态，双方呢会把这个黑球打进黑球，紧张刺激的真黑大战也要一触即发。火箭猜对硬币获得选择权，决定让小特开球。哎，我老师猜对了。正常情况下，第一杆球不太可能漏球。哎，但是这杆球有意的控制啊，但是感觉稍稍打薄了一点点，有点危险。这位置总之是没机会进攻。解说刚刚说完没机会进攻，火箭急速打脸就来了，漂亮的3库归中。哎。